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明朝时期，长安以南有个瓦窑镇，身居环山，颇为闭塞，但那里发生过的一桩奇事，却是直到现在都广为流传。起床，日上三竿了还睡，怎么有你这么懒的小子？只见一个苍老的男子气愤地拍打着床沿，东叔，你就让我再睡会儿，我实在太困了。床上的青年睡眼惺忪道，年纪轻轻如此懒惰，以后能成什么大事？男子一边怒骂，一边扯住了小伙的耳朵，哎呦，疼疼疼！小伙吃痛之下直接蹦了起来。小伙叫做李有元，别看他斗嘴埋怨，其实对这个年迈男子很是敬重。男子不是他的父亲，但李有元心中一直将他当父亲看待。对于自己父母的去向，李有元小时候也问过，但东叔从来没有明确告诉过他，只说父母出了意外，李有元只需要开心长大，平平安安就好。要不我今天去大阳山看看，那里地处荒僻，应该能采到不少幻阴草。李有元嘀咕完，便大步朝前走去。大阳山身处秦岭深处，靠近长安城，距离闭塞的瓦窑镇颇有些距离。李有元紧赶慢赶，也方在下午时分才赶到。真累，李有元一屁股坐在了一块巨石上，大口喘气。刘老爷，你这是命该如此，下去后可莫要怨我们。好汉留情，有什么事我们好商量。你们这是在走入歧途啊！走入歧途也是你逼的，你不给我们活路，你也别想活。一个男子歇斯底里的怒喝传来，李有元当即一惊，他慌忙起身走向一旁，透过树林缝隙，看到两个彪形大汉正手持尖刀将一个老人围住。老三别废话，和这老东西没什么可说的，我看还是尽快让他下地狱吧。其中一个刀疤脸恶狠狠道，这是绑架还是谋财害命？李有元大惊，眼看男子举起尖刀就要朝老者捅去，李有元来不及思索，大声喝道，来人啊，杀人了！两男子豁然转身，顾不得老人，朝着李有元就追赶而来。李有元毕竟年轻，灵活地带着二人兜了几圈后，便又火速地赶到了老人家被绑之地。别怕老人家，我来救你。李有元急忙道，多谢壮士相救。老人家惊喜连连地致谢，此时才抬头看向了眼前的李有元。老人突然吸了一口气，眼神一阵惊愕，怎么了老人家？这伤腿很痛吗？李有元疑惑道。没有，不碍事。老人家眼神一变，连忙道，那我们快走，他们估计马上就要追来。李有元背起老人家就朝山下狂奔，不一会儿，两男子就回到了这里。当看到人已经被救走后，都是怒吼连连，直呼苍天无眼。小兄弟，你是哪里人？来这大阳山做什么呢？背上的老人家问道。我是隔壁小镇上的，今天来采药，机缘巧合遇到了你。你贵姓呢？老人家。李有元笑道，隔壁小镇，兴元，瓦窑。老人家脑中思索着，也不知心里想什么，随即道，鄙人姓王，就是长安城人。两人一边走一边聊，很快就到了官道。李有元放下老人家道，王老爷，这里是官道，人多路宽，很安全，我就不送你了。说完转身便要走。壮士留步，你今日救了老朽一命，无论如何都要去舍下吃顿便饭再走，好让老朽表达谢意。王老爷急忙道。李有元本想拒绝，但看到老人家诚恳的目光，想了想便答应了下来。两人走得极快，没一会儿便到了目的地。李有元此时才知道，自己救的竟然是个官爷，职位还不低，这让他一时间愣在当场。老爷，你去哪里了？可真让我们一阵好找。只见一个男子急匆匆地奔了过来，脸上的焦急清晰可见。当他看清旁边的李有元时，也是神色一惊，
但很快便消失不见。王老爷看到这道，无碍，李管家，今天多亏这位壮士仗义出手，快给壮士安排休息之处，一会儿我要陪恩人好好喝几杯。管家笑道：那是应该的，小友请随我来。说完示意李有缘跟着走。王老爷的客气让李有缘很感动，洗漱休息一番后就来到了客厅，见到桌上竟然人还不少。李有缘愣了愣，哈哈，小友快来坐我这里，王老爷喊道。李有缘无奈只好坐了过去。来，我给大家介绍下，这是我的救命恩人李小友，以后就是我的朋友，你们切不可怠慢了。王老爷开怀道。众人听到这里连连点头，其中一个女子站起来道：好一个俊俏的小伙，来妾身敬你一杯。李有缘被这突兀的夸奖闹了个大红脸，连忙端起酒杯就和眼前的貌美小妾碰了一杯。女子看起来和他差不多大，只让李有缘看得挪不开眼。多亏王老爷招呼落座的声音响起，才给李有缘解了围。众人轮番给李有缘敬酒，这让他受宠若惊，杯杯不落的都下了肚，很快便有些晕乎。王老爷看到这笑道：小友，我这次遇险多亏你仗义出手，你看有没有什么想要的？你尽管提，我一定办到。李有缘摆了摆手道：客气了，王老爷，我只是凑巧救了您罢了，哪里值得如此厚待？这是哪里话？救命之恩重于泰山，我王某又不是那种忘恩负义之辈，无论如何都得好好的报答你才是，不然我以后哪还有脸面见人啊？管家听到这里也笑道：确实如此，我们老爷一向滴水之恩涌泉相报，小友你不要客气，尽管提。我记得你刚说家里只有一个生病的叔叔，生活颇为的拮据，不若你们就搬来长安城，老爷给你开个店如何？李有缘听到这沉默了起来，他其实一直有个做生意的梦，自己这么多年来一直清贫，每当东叔旧病复发舍不得诊治时，他都很是难受，努力读书也就是为了考取功名赚些钱财，但他也知道这有多难。现在王老爷愿意帮他完成梦想，让他实在难以拒绝。想到这里，有缘道：老爷此话当真吗？王老爷眼中金光一闪道：哈哈，救命之恩岂能儿戏？只要小友想要，本官绝不食言。李有缘感动道：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说完连忙提杯敬了王老爷一杯。哈哈，自当如此。我刚听小友你对药材方面颇有研究，不若就给你开个药材铺，你看如何？王老爷笑道：多谢老爷。李有缘兴奋地点了点头，就答应了下来。酒席散后，李有缘就激动地给东叔寄了封信，告知他自己遇到了贵人这好消息。一想到东叔收到来信后那种惊讶的表情，李有缘就觉得颇为期待。自从在王府住下后，王老爷热情招待，每日好酒好菜，让李有缘很是感动，他便也就安心地住了下来，每日和管家把酒言欢好不快活。但也有让他尴尬的事，自从那晚和小妾刘氏见过面，刘氏总是有事没事老往他这跑，李有缘为了避嫌便刻意地躲着，颇有些不自在。这天李有缘正在院子里闲逛，小妾刘氏却是缓缓地走了过来。李有缘看到这儿头痛不已，当即就转过身准备离去，不曾想小妾却是拦住了他，笑道：公子这是什么意思？人家又不是什么蛇蝎，怎么见着我就走躲呢？李有缘无奈道：见过刘小姐，都这么熟了，怎还如此生分？你难道不喜欢我吗？刘氏娇羞地朝李有缘身前靠了靠，惊得李有缘后退了好几步。要说他不喜欢眼前的刘氏，那是假的。刘氏本身就和李有缘一般大，又貌美活泼，敢爱敢恨，李有缘也很心动。但王老爷对他恩重如山，这种离经叛道之事，他是万万做不出的。摇了摇头道：刘姑娘请自重，王老爷对我不薄，这种话切莫再说了。说完转身就走。
刘氏看到这里，气得跺了跺脚，真是个不解风情的榆木疙瘩。回到房子，李有元越想越觉得不合适，便偷偷地找来一个下人打听起了小妾刘氏。可惜下人也知道的不多，只知道小妾刚来府上不到半年，其他的也并不了解。李有元听到这只好作罢。时间匆匆又过去了2天，自从那天李有元义正言辞地拒绝后，刘氏这2天倒是消停了不少，这让李有元也松了口气。这都已经过去几天了，东叔应该收到信了吧？李有元躺在床上暗暗想到，不想此时吱呀一声，门打开了一道裂缝，一个身影闪身而进，带起了一阵香风。李有元看清来人，大吃一惊。那人却道：嘘，不要讲话，我有事情跟你说。看着对面的小妾一步步朝自己走来，李有元脑子乱糟糟的，但他还是理智战胜了邪念，惊呼道：刘小姐，你快出去，这深更半夜的让人误会了可不好。李有元的声音不小，小妾听到这里一愣，暗道一声不好。果然，哐当一声，门被人踢开，下人们进来，看到是小妾在李有元的房间时，都是吃惊，急忙便去向老爷禀告此事。小妾急道：你这榆木疙瘩死到临头了还不自知？他们话还没说完，就被怒火丛生的王老爷打断。哼，好你个水性杨花的女人，已经嫁为人夫还不知检点，来人，给我将她关起来，明日进猪笼。王老爷怒吼道。李有元听到这儿，刚准备解释，王老爷却是率先开口道：小有见笑了，我这妾室没管教好，让你受惊了，你快快休息。说完，带着众人转身就走。李有元愣在原地不知所措，他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但一时又说不上来，便摇了摇头，又躺在了床上。一直到了深夜子时，他依旧睡不着，脑子里反复回想着小妾诡异的举动。等等，小妾可是王老爷的女人，深夜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王老爷应该收拾她才对，为何会将刘小姐抓起来？难道有什么自己不知道的隐情？李有元越想越觉得蹊跷，一时间毫无睡意。此时的前院，王老爷正和李管家在说着话。你确定已经摸清了那徐如东的藏身位置？王老爷阴沉道：是的，老爷，已经摸清了，就在瓦窑镇，绝不会有错。那好，今夜就动手吧，不等那老家伙了，免得夜长梦多。好，一个蒙面人点了点头，退了出去。夜色下，一个身穿夜行衣的男子悄无声息地掠向了李有元的房间，对着床上就是连刺好几剑。没人。男子大惊，连忙退出了房间。此时的李有元正悄悄地朝后院摸去，原来他越想越觉得蹊跷，想来找小妾好好询问一番，殊不知正因为此举让他逃过了一劫。很快来到柴房，李有元掏出随身携带的一根小针，咔嚓一声便打开了铜锁，他一个闪身就掠了进去。嘘，是我。李有元轻声道。刘氏听到这里才是放下了戒备，看着李有元气道：你来做什么？李有元挠了挠头道：只是有些疑惑，想要向你了解清楚，而且你有此劫也是因我而起，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丢了性命。刘氏听到这儿面色一缓，随即道：你凑近一些，我要给你讲一些重要的事情。李有元听到这儿便凑过了耳朵，随着刘氏在他耳边嘀咕，李有元听到目瞪口呆，点了点头，他便转身朝着自己的房间走去，只是面色阴沉，不知道在想着什么。一夜无事，第二天一早，李有元便早早起床，在院子里伸展开来。小友昨晚睡得可还好？管家过来笑眯眯道：哈哈，神清气爽，颇为舒适。对了，管家，我想给您说声，今天我东叔就要过来了，我要去迎接，不知道可否？你叔叔来了，那感情好，快快去迎接过来，让我们也尽尽地主之谊。管家开怀道。征得了同意，
李有元洗漱一番，便朝着院外走去，一路左拐右拐，很快来到了一个颇为荒僻的山路。李有元停下来，焦急地等待着。很快前方便走来一个男子，身穿长衫，乱糟糟的头发遮住了半张脸。李有元惊喜道：东叔，你终于来了，我可真想你啊。说完上去就是一个大大的拥抱。动手！一声怒喝传来，只见身后草丛里瞬间钻出了几人，拿着大网迎头朝着李有元二人照来。哈哈哈，当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进来。徐如东，终于还是抓住你了。管家一边狂笑一边走了出来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李有元惶恐地连忙对着管家问道。傻小子，死到临头了还没摸清状况，你问问徐如东我是谁。管家戏谑道。可东叔却并没搭理他，这让管家觉得颇为无趣。怎么，大名鼎鼎的刘圣手认命了这事？还是说你的异形术确实已经废了？嘿嘿，早给你说过识物者为俊杰，你能走到今天这一步，可怨不得我呀。师傅，管家一步一步地朝前走来，身形恍惚间竟然诡异得越来越虚幻，犹如一阵阴风刮过，直直的就站在了东叔的面前。怎么样，师傅，我这分身换位可还练得像样？说完狂笑着伸手就要撩开东叔的头发。谁说我是刘如东？破！只见男子一声怒吼，声如洪钟，震得李有元一阵心神摇曳。不好！管家刚准备有所动作，眼前的男子却是迅速一剑刺入了他的腹部天泉穴。管家犹如泄了气的皮球一般瘫倒在地。啊！军中破煞术，是你们上次抓住了我的分身！管家怒吼道，随即想到了什么，冷汗直流。下人们看到这一幕大惊，连忙就举起刀就向二人扑来。呼啦，草丛中又窜出一人，只见他撑开一张强弓，啾啾几箭就将几人射倒在地。管家看到这里面色一白，完了！管家呢喃道，他明白了，眼前的一切都是李有元搞的鬼，这就是调虎离山。扑通，管家彻底瘫倒在地，一脸的灰败。李有元看到这摇了摇头，不再理会，随后对着身旁的两人诚恳道，上次实在抱歉了两位兄弟，都怪我坏了你们的好事儿，无妨，不必拘礼，上次也多亏有你，不然我两人即便报了仇，现在也早已给他陪葬了。原来这二人正是上一次绑走王老爷的两个劫匪，一个叫周大勇，一个叫周小虎。客气了一番，三人便一把提起管家，急匆匆地朝着王府走去。果然，此时的王府已经被官兵层层围住，里面不时地传出哭嚎声。此时的东叔正老泪纵横地看着眼前的一切。当李有元几人到来时，东叔兴奋道，好小子，干得不错。李有元看到好久不见的东叔也很是激动，指着管家道，东叔你看，这就是始作俑者。东叔看着管家，瞬间就红了眼眶，刚准备说话，却被一个声音打断。哈哈，这就是李都督的儿子，对不对？不错，颇有他当年的几分英姿。只见一个魁梧大汉嗡声嗡气道。东叔连忙拉过李有元道，有元，快喊五叔，这人也是你爹爹当年最忠心的一个手下，你爹的事情我们现在就给你慢慢道来。原来啊，李有元的父亲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，父亲叫做李俊豪，当年是一方总督。东叔和眼前的五叔都是父亲当年的麾下大将，堪称左右手。东叔精通异形术，是父亲身边的义士，也是谋士，而五叔则是他名下的千户长。本身李家风光无限，但却因为一人的出现而变得家破人亡。这个人就是眼前的管家，他叫做李小四，是东叔的徒弟。是有一年，东叔受父亲之命南下处理一桩案件时，救下的一个孤儿。李小四话不多，但性格坚韧又颇为聪慧，深得东叔的喜欢，便将他收为徒弟带了回来。父亲也没有多问此事，
可当东叔毫无保留地将一生所学交给李小四之后，方才知酿下了大祸。李小四这人远远比东叔想象的还要聪慧恐怖。东叔所擅长的异形术大成之后，可以在任何人之间来回变换，毫无瑕疵与痕迹，但缺点就是每动用一次会大伤自己的元气，容易伤了根本。这也就是东叔身有顽疾，老是病殃殃的原因。而李小四却是另辟蹊跷，他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之人，为了弥补异形术的这个缺点，自己苦苦钻研之下，竟然研究出了一套掠阳术。此术可以直接活活地抽取活人生机来弥补身体的亏空，两术相辅之下，李小四就等于可以无限制地使用这逆天之术。东叔发现之后自然是极为震怒，便将此事告知了李有元的父亲李俊豪。他认为自己有罪，请求清理门户。如此伤天害理之术，李俊豪自然是没有犹豫的就答应了。可当他们想要动手时，却为时已晚，因为此时的李小四早已异形术大成，整个都督府无人能挡。李小四一边疯狂的大笑，一边将府上的人吸了个干净。东叔拼死之下才带着李有元逃了出来，而整个李府却是化为了一片灰烬。自己的一念之差导致了李家的灭亡，让东叔痛苦不已。他休养好后便想去找李小四报仇，殊不知此时的李小四早已变换了模样，掠夺了王家老爷之后，早已身居高位，东叔连见面都很困难，更别提报仇。他找到在外的五叔，可此时王老爷看起来并无异常，证据不足，只能不了了之。东叔心灰意冷之下，便隐姓埋名，一心培养遗孤李有元。不曾想自己尽心尽力的保护下，李有元却又误打误撞的和李小四有了牵连。当李有元的书信寄回来时，东叔害肝胆欲裂，但他却没有办法告知李有元此事，因为他知道当李有元和王家老爷见面之时，肯定就已经暴露了身份，甚至此封书信肯定王家都是有意为之，目的就是想要寻到他的落脚的地。想到这，东叔便火速地换了地点，一直埋伏在王家附近，想要伺机解救李有元。正当李叔一筹莫展之时，却是打听到了小妾刘氏的底细。原来刘氏也不是心甘情愿嫁给王家当妾的，她本身和爷爷两人相依为命，是附近镇上的人，是被李小四强行掳了过来，将她作为了炉鼎。当东叔知道李有元来了之后，小妾不停勾引他的事情，便猜到了小妾的良苦用心，知道这是在救李有元。果不其然，当两人见面之后一拍即合，于是便就定下了计划。可不曾想，当刘氏去找李有元时，竟然被这呆愣的小子给暴露了身份。还好李有元因为心中有疑惑，又去找了刘氏，才是弄清楚了事情的状况。本身这个计划还有一个难点，就是王老爷是管家李小四的傀儡分身，两人在一起时压根就无人能够治得了他。但小妾却是说自己有办法，因为他有两个哥哥在军中从军，一身煞气惊天动地，可以破除一切邪术。上次他们就成功过一次，不巧被傻小子李有元给救走了。他有办法再联系到自己的哥哥。就这样，三个人制定好了计划，所以才会有第二天李有元说是要去接东叔的举动，因为他就是想引开两人。果不其然，管家亲自出马，想要一举去除李有元和东叔，却不曾想正好被刘氏的哥哥用破煞术击溃。东叔这边提前联系了自己的好友五叔，当刘氏看到王老爷突然间一阵身形变换之后，他就连忙告诉埋伏在外的东叔两人，此术被破，一个傀儡翻不出大浪，自然是被一拥而上的官兵迅速控制了王家。事情到此也就水落石出，整个过程曲折复杂，只让李有元唏嘘不已。人证物证俱全，五叔当即就将李小四判了各斩立决，王家的尽数财产权得以没收。大仇的报让三人都泪水连连，其中的艰辛当真是颇为不易。
后来，东叔带着李有元又继续回到了瓦窑镇生活，小妾刘氏也嫁给了李有元，两人共患难，早已有了深厚的感情。没过几年，李有元就不出所望高中状元，刘氏也给生了一对双胞胎，本已没落的李家又重新走向了辉煌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